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最开始，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。首先是持续几十天的高温，最高甚至超过了45度。紧接着，天地干旱，湖泊断流。当人们真正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时候，末日已经来临。热死了，热死了！今年怎么会这么热？是啊，都连续3天超过40度了，这是要把人热疯啊！下班路上，行人匆匆，几乎没有人在大马路上逗留，全都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建筑物内避暑。我开车停在路口处等红绿灯，瞄了一眼手机，17点45分，实时温度38度。明明已经接近傍晚，但太阳还没落山，阳光与持续的高温让人有现在还是中午的错觉。今天的气温比往常都要不对劲。绿灯亮起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直行回家，而是左拐去了本市最大的一家超市，打算采购一些物资。我杀进超市，大批采购了一些日常食材，又跑到冷冻区买了些牛排和冻鱼冻虾。走进罐头区，每种罐头拿了2罐，又进入零食区，瓜子薯片扫一片，还搬了2箱矿泉水，填满了3个购物车。准备结账的时候，又扛了2袋米和2箱泡面，至此3辆购物车满满当当。一结账1321块8毛。因为之前口罩原因封过一次小区，我特地买了个大冰柜，此时里面装了8分满，1/3格是我囤的雪糕，剩下的全是冻鸡、冻鸭和动物内脏，还有半扇猪肉。这些都是我妈从老家给我寄过来的。老家承包了一座山，老头老太太在山上养猪养鸡养鸭为乐，动不动就给我寄冻品，越存越多。叮，正把一部分饮料往冰箱里塞，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市区气象局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，大大的41摄氏度跃然在上。明日本市气温将迎来一个新的高点，达到41度以上，请各位市民尽量不要在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外出，家中如有老人、小孩。41度，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，直接抓过手机编辑短信上 OA 走流程，跟领导请假外加通知人事一条龙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我才不要出去背烧烤，当然是能请多久请多久。此时我妈打来了电话，喂，妈。小雨，你那里温度很高啊，你没什么事千万别出门，一个人在那里中暑可怎么得了，公司那边也赶紧请假别去上了。刚接通，妈妈噼里啪啦一顿问候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你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，不要不舍得开空调，知道吗？开什么空调？我和你爸在山里面，今天最高温也才35度，晚上睡觉还盖被呢。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，非要跑那么远。你要是留在咱这里，直接住到山里面来多凉快。妈妈没好气的开始唠叨，我任她唠叨了10几分钟，才终于找了个借口把电话挂断。今年夏天确实热得太反常了，打开手机全是高温提示。近期持续高温已导致欧洲各国超过1000人死亡，印度局部地区温度超过55度，有专家称这样的温度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。一打开就是全球的高温讯息，我庆幸自己生活在空调人均普及率超过100%的中国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在未来短短几天内，持续的高温再高温，会很快告诉我什么叫做不适合人类居住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接下来的周末2天，我愉快地开着24小时恒温空调，睡到自然醒，舒舒服服在家里度假。直到周一，我正美美睡着觉，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，一打开是同事小黄。小雨，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呀？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我请假了，请的长假，你下个月才能见到我。大哥，天热就不来上班，你这是疯了吗？又不是世界末日。高温世界末日，没听说过吗？我嘿嘿笑。小黄跟我抱怨了几句，把电话挂了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早上8点45分，这么早，太阳就这么毒了吗？我下床打开窗户感受了一下，顿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视线所及的地方都有些扭曲。我靠！我赶紧关上窗，把窗帘拉上。离谱，这也太热了！这种天气，户外工作的人该怎么活？我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40度，而后面几个小时的温度预测竟是持续上升趋势，到14点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4度。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天气预报疯了？昨天的最高温还是40度，今天就要到44度。我在胆战心惊中，给自己简单做了个早餐吃掉，然后收拾了垃圾，打算趁天气还没那么热，下楼扔个垃圾。一开门，正好遇见小区物业的小陈，他刚敲开对门那户。太好了，您也在，那一起听一下。
我笑了笑，看向那个从未见过的邻居。是这样的，我来通知，近几日因为高温原因很有可能停电。如果停电不用慌张，咱们小区有太阳能供电设备，停电后需要10分钟的启动时间，然后是这段时间尽量节约一下用电。空调麻烦开26度以上。会停水吗？暂时不清楚，但还是建议家里储备一些饮用水，这高温太变态了，我们物业暂时无法保证，实在抱歉。知道了。对门的邻居点了点头，直接把门关了。看来不是什么很有礼貌的人。您这是要扔垃圾吧？给我就好，我替您扔。他甚至接过了我手中的垃圾。每平方米20元的物业费确实没有白交。小区的配套设施相当先进，服务态度又好又贴心。今天路过的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声音格外多。我窝在沙发上吹着空调，吃着雪糕，竟有些罪恶感，隐隐觉得世界要出大问题了。果然，接下来的几天气温继续上升，1个星期后，白天最高温度竟达到了惊人的46度，就连半夜都有39度的高温。所有户外工作已经全部停工，几乎所有公司都改成线上办公，高层开启紧急避险措施，开放所有学校有空调的礼堂、体育馆以及商场作为24小时避难所供没有空调的人避暑。但被热死的人的数量还是随着温度不断攀升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城市乡村火灾频发，网络上四处是求助的视频，就连在山里的父母，最近几天最高气温也达到了40度。今天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得知他们终于还是开了空调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和父母通话结束后，我特地又拍了一遍我冰箱的存货照片，给他们发过去。刚拍完照发过去，电视突然黑了，整个房间一片安静，应该是停电了。幸好有物业小陈之前的提醒，我并不是很担心。空调停摆后，周围温度很快上升，空气也变得沉闷，每呼吸一口，吸进去的气都要热上许多。几分钟后，我竟然大汗淋漓，赶紧从冰箱里掏了一根雪糕，一边吃一边等待电力恢复。2根雪糕吃完，电还是没来，我有些坐不住了，正想拿对讲机给物业打电话问问情况，门铃响了起来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是对门的那个邻居，开不开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有什么事吗？女人示意了一下手里的东西，我定睛一看，是一根雪糕。我刚刚打电话给物业，说还要半小时，你应该热坏了吧？吃根雪糕降降温，我那里还有很多，你要是热可以跟我拿。他的声音竟挺好听，谢谢，不用了，毕竟男生在外边也要保护好自己。可能是看出我的防备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把雪糕放到我门口的架子上，转身离开。或许真是个好人，这种时候雪糕可是稀缺物。真的好热。大约20分钟后，我已经呈大字形躺在地上，像狗一样喘气，但又不敢开窗，怕外面更热。46度的高温啊！不对，15点38分更新成功。我瞪大眼睛看着手机上刚刚刷新的温度显示，差点惊呼出声。48度，已经48度了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我的手指按住屏幕，往下继续刷新，但接连3遍都显示48度。随后界面突然变成了404，手机网络已断开，界面上出现了红色感叹号。不只是网络断了，连手机都失去了通讯功能。周围的温度在不断上升，我感觉房间里也到了40度，每呼吸一口都是热气，让人觉得马上要窒息。我冲到门口，抓起门上的对讲机，按下物业通话键，许久没人接听，连物业都停摆了吗？炎热和恐惧瞬间充斥了我的内心。房间里全是我吸气呼气的声音，隔音太好，导致我完全听不到除我之外的任何声响，仿佛身处一座孤岛。冷静，小雨，你要冷静。我跟自己说着话，走到冰柜前，一把拉开，从里面掏出一只鸭子抱在怀里。这只鸭子已经在冰柜里冻了几个月，从里到外都冻得梆硬，让我稍微凉快了一些，也冷静了下来，开始分析如果我一个人在屋里面中暑怎么办。中暑应该……对了，藿香正气水。我打开家里的药箱，拆了一瓶藿香正气水，一口气干掉。能做的都做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几分钟，也许半小时，门口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各位业主请注意，我市正面临高温灾害，小区太阳能板被晒坏，目前无法恢复电力，各位业主可以暂时到地下停车场避暑。目前地下1层停车场温度为39.8度，地下2层为38度。对呀，地下停车场
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赶忙拿了个背包，换了止冻压放进去，把剩下的风油精和藿香正气水全部装进去，又塞了2个面包和3瓶矿泉水。开门的时候，对面的门也同时开了，真巧啊！以前从未遇见过的邻居高温灾害也来，开一次门见一次。跟我走，去我车里，我的车油箱是满的。眼前的这个女人看见我，就让我跟她去车里。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这样不好吧？你别误会，你应该也有车。我们到我车里吹空调，等我的车油烧完了再去你的车，这样可以多撑一段时间。她看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有些手足无措。走廊里有窗户，阳光照射进来，比屋里还要热。我吸进去的空气都有些灼热，甚至眼睛都有些花。我喘了几口气，思考了一下，在这个高温末日下，也许多一个人未必不是坏事，而且她一个女孩子能把我怎么样？行走。随着启动的声音，车子微微摇晃，一股汽油味扑面而来。空调开着，车内的温度渐渐降了下来，虽然依然很沉闷，但至少不那么热了。周围陆续有人经过，纷纷坐进了附近的车里。我看到几个物业人员从楼梯间匆匆跑过，手里各抱着1箱矿泉水。良心物业啊，我感叹道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小青，你怎么称呼？我叫小雨，不好意思蹭你的空调。没关系。他说完，我们都没再说话，安静地感受车里凉快下来的温度。这场天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空气和氛围一样沉闷，车辆空调运转的嗡嗡声是车内唯一的声音。半晌，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。据悉，高温极端天气还将持续1周时间，请各位居民尽量不要外出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默默思考背包里的水和面包够不够吃。早知道不带那只鸭子了，还能多带点吃的或水。格陵兰岛近几日温度直逼70华氏度，冰川融化，全球极端天气，半个地球变红。科学家预测未来10年最高温度可能还会上升。小青换了几个频道，默默关掉了，继续听也没有意义。消息一个比一个令人焦虑。都是你！我说带小明回娘家3年过暑假，你偏偏不让，现在好了，都快成难民了。窗外传来抱怨的声音，听到声音我沉默了。头顶的灯闪了几下，我的心也跟着跳动。电梯都停了，停车场的灯用的是哪里的电源？好像没有听到新风机的声音，就只有灯亮着。正想着，我顿时浑身一触，卧槽，我错了，我们得回楼上去，我们不应该下楼，车太多了，一会这里可能会非常热，而且很危险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有车的人基本上都想到了可以到车上避暑。周围的车驶量有8辆已经启动，车辆尾气可能造成温度上升，一氧化碳含量也会升高，我们得回楼上去。一旦车油耗尽，还得从车里出来透气，到时候不只要经受高温烘烤，还可能直接因为吸入一氧化碳导致中毒。权衡之下，我们下了车。下车后正好看到旁边车主带着一个小姑娘，我忍不住提醒了他们一下，这里面车太多了，一氧化碳可能超标，建议你们回家。说完，我直接走了。他们是我离得最近的人，我尽到了提醒的义务，没有必要当圣母。我在11楼，本来平时就缺乏锻炼，现在在高温的包围下更是举步维艰。爬到5楼，我们撞见了一个熟人，物业小陈。他气喘吁吁从上面下来，看见我们，一脸诧异：“你们怎么上来了？”“我们回家，不打算下来了。你最好通知一下停车场那些人，小心一氧化碳超标。”小陈神情一顿，轻声嘟囔了句什么。算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物业那边有温度计显示，现在外面不是48度，是56度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56度是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病毒在56度下也只能活30分钟，这个数字实在太过惊人。我怀疑自己是听错了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左右，离太阳落山至少还要1个半小时。如果没有空调，室内与室外的温差一般是3至5度，也就是说，我回家的话，很有可能受到50度以上高温的炙烤。到了家门口，太热了，身上的汗一落到地面就被蒸发。上楼的时候，看到楼梯窗户的玻璃都被烤炸了，得快点进去。邻居手忙脚乱掏钥匙，但怎么都掏不到。我转过头来看着他，指了指我家门，
幸好密码锁还没被烤坏。我贪婪地呼吸着里面残余的一丝凉意。好大的冰柜！我听到小青惊喜的声音。回家是对的，我存了这么多冰，之前怕停水，也在浴室里存了大量的水，躲过剩下的1个多小时应该没问题。片刻后，我躺在浴缸的水里，水中浮着几只冷冻鸭。小青坐在对面马桶上，脚跟一只鸭子一起泡在一盆水里，手里抱着一只冻鸭凉快。浴室里到处都放着冻鸡冻鸭，画面有些滑稽，但管用就行。至少浴室的温度已经降了下来，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。你真是个人才，冰柜里面冻这么多肉，是怕丧尸爆发吗？小青一边泡着脚，一边调侃道：“我倒宁愿是丧尸爆发，这样我至少能在家里苟几个月，不用怕被热死。”我冷冷地说着，看向窗外，这扇窗户可能因为比较小，还在被阴处，没有被烤裂，外面印出黄金城市的假象，很不真实。如果这是梦，我希望能赶紧醒来。2个小时后，太阳终于落山，城市的屋顶褪去了黄金的光泽，黑暗逐渐笼罩大地。从窗户望出去，能看到一些楼层亮起烛光，看来死守家里的人还有不少。小青走出浴室，深吸一口气，终于降温了。不用他说，我也知道降温了，因为我泡在水里竟然觉得有些冷。我从浴缸中站起来，想收拾一下狼狈的自己，但脚刚落地，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。糟了！等我再睁开眼，我躺在客厅的地上，外面的天竟有一丝白，这是晕了一晚上。醒了。邻居把一瓶饮料递给我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打算先听哪一个？好的，我被自己嘶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赶紧喝了口饮料。好消息是你还活着。坏消息呢？这饮料已经是常温状态，但非常适口。喝进去一些后，我感觉浑身都有了力气，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有劫后余生之感。坏消息是昨天半夜停水了，电到现在还没来，手机也没信号。对了，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手机的收音机功能还能使用，在电量用光前我们还能听新闻，我还有1%的电。邻居笑了笑，打开收音机。沙雕市人民广播电台，沙雕市人民广播电台，请所有民众白天尽量待在家里，注意补水，不要外出，等待救援。本次高温灾情已影响全国9个省，最高温度可能达到60度。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高温末日会降临，高温席卷全球，就连北极、南极这些极冷地区都难以幸免。最高温度60度，我麻木地看着他，还不如不听。这个数字让我怀疑自己在火焰山上。你家有充电宝吗？充电宝有。对了，充电宝。听到邻居说充电宝，我立刻来到卧室，拿出一个快递，是我去年买的家用太阳能充电设备。因为这几年升值赚了不少钱，所以就各种买，结果很多东西买了放在家里，一直在吃土。宇哥，你太厉害了，居然有这好东西。邻居看了也兴奋起来，于是我们把太阳能充电板放到客厅飘窗上，拉上窗帘，又把小冰柜放到客厅的窗户边，再摆上一个风扇。1个小时后，太阳升起，果断按下开关，电器启动的声音以及风扇开始工作的声音犹如天籁。我这台小冰柜的功率并不是很高，如果太阳能充电板给力，维持功能应该不是问题。现在冰柜里的矿泉水是足够的，一部分是我的，一部分是从邻居家里搬来的。他是做沙雕动画的，常年不出门，在家干动画，靠着各位的小心心维持生活。他家里物资也不少。随后我们清点了一下，把融化的雪糕全部扔掉。冰柜里原本有一些冰鸡、冰鸭、半扇猪肉和一些鱼虾，这些肉类在这种天气下很难保鲜，把它们全部放在阳台上铺开，看高温能不能烤成肉干，方便保存。剩下的蔬菜经过高温的洗礼也坏得差不多了，直接扔到阳台，撒上点盐，试着晒成菜干零食，全部整理好放在客厅。最后还有一袋苹果，趁着这2天还新鲜，赶紧吃掉。小雨哥哥，你真是个人才，竟然在家里藏了这么多好吃的。我听得起了一声鸡皮疙瘩。你别这样，叫我名字就行。接下来我从卧室拿出机会出来打发时间，这些书从来没翻开过。现在高温天气，手机没电，只能硬着头皮看。邻居也没再说话，开门出去，回来的时候拿了几本书和小袋子在旁边坐下。随着时间有时温度直夜升高，我把冰柜打开一个小缝，开电风扇就把冰柜开大点位。3个小时后，我们把阳台的那些肉全都收了进来，
满地都是烤出来的油脂，肉香扑鼻。邻居每天晚上回自己家睡，白天才会过来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们每天吃着晒干的烤肉、冰柜的饮料，习惯了高温后，有那么一瞬间，竟觉得岁月静好。这天一早，看到邻居兴奋地过来找我，小雨，你快看，外面是不是下雨了？说是下雨，就只是零星的几滴水而已。如果你不仔细去看，根本就看不到，因为雨点在半空中就被高温蒸发完了。我从阳台往下看，外面依然是金黄色，太阳高高挂起，温度照常上升。打开手机，原来是隔壁城市的人工降雨，我们这里蹭到了一点，虽然这点雨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有人工降雨的来临，说明高层并没有放弃这场灾难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能等到降温的那天，不能对生存失去信念。屏幕前的你们也一样。我把家里最后的一箱水搬过来了，高温天气不会持续太久，应该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间对面楼有几处着火，浓烟滚滚，遮住了一部分天空，阳光透过黑雾洒出一片鲜红的针尖，周围还裹着一圈橙色的光，杀气腾腾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我有些心不在焉，到底什么时候高温才能结束？这几天为了节约用水，只有上大号才冲厕所，洗澡也是用湿毛巾简单擦身子，但也架不住时间长，温度高蒸发快，厕所水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一天冲一次吧。走出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向邻居提议，邻居听了露出苦笑，但没有拒绝。我们都知道这是别无选择的结果。幸好3天后的半夜，我们终于迎来了一场雨，同样是人工降雨，只是这次降在了我们城市的上空。雨水拍打在窗户上的声音直接惊醒了我。我把所有可以接雨水的东西都放到了阳台，力求多保存下来一些水。我顾不得矜持，脱掉衣服，用雨水洗去一身黏腻，感受雨水拍打在脸上的感觉，浑身舒畅。我听到楼上楼下都传来开心的笑声，显然这栋楼还有许多人在坚守。半小时后，雨就停了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桶里面只装了不到1/3，但带来了足够的凉意和希望。我和邻居为此开了2罐黄桃罐头，当做给自己的奖励。食物还有很多，高温本来就会影响人的食欲，现在那烤干的半扇猪，我们一口没动，只吃掉了几只鸭子和鸡，再坚持一下，一定能熬过去。刚收拾完屋子，又多出了一个好消息，手机恢复信号了，有许多短信第一时间涌了进来。为了不错过外界消息，即使之前没信号，我们也都默契的每天把手机充满电。我拿起手机，简单看了一眼那些短信，基本都是安全提醒和高温通知，还有一些是高层发布的避难所讯息，顾不得去一条条的看，我赶紧拨打我妈的电话，结果提示关机。我连忙拨打我爸的手机号码，无法接通，想了想又翻出大舅和三伯的，把家里亲戚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，关机还是关机，我开始慌了，抓着手机继续拨打电话。终于在我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，电话本里面很多年没联系过的一个表姐接了电话。喂，我是小雨。啥？小雨大雨？表姐，我是你三姨的孩子小雨，你知不知道我妈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一个人在外地，联络不上他们，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说话。哦，是你呀，我不知道，你要不然打一下避难所电话问问。这位表姐还算给力，立即给我发来了一排当地避难所的电话，我立即拨打，但查了3个都没有发现我爸妈的名字。想继续查，手机里却传来一个标准语音：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预感大事不妙，继续拨打下一个，也是一样的提示。再看手机信号，又变成了0格，信号断了。快跑，地震了！摇晃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地震！很快我脑子里想起了一句话：大旱之后必有大震，以及我所在的 S 市正处于地震带板块边界处。来不及再多想，我俩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在消防楼道内奔跑。有时候死亡的恐惧真的会激发出人身体的潜能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奔跑。在大楼倒塌前，我俩终于跑到了空旷地带，周围也都是逃跑的人们，其中还有那眼熟的物业小哥。大约10几秒后，轰的一声，整栋楼轰然倒塌，顿时往日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堆废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
摇晃的感觉渐渐减轻，直至消失。所幸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太可怕了，在灾难面前，人们真的太渺小了。我们害怕地震过后还会有余震，所以便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不过好像我们也没有家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颗水珠滴落在了我的手上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雨水已从天上直泻而下，打在废墟上，有一丝灼热。不好，是酸雨，快去避难所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去避难所。之前表姐给我发的有避难所的信息，我因为家里有太阳能设备就没有考虑，眼下只有先去避难所了。而避难所里的情况现在也不容乐观，沙雕这座城市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现在如何解决人口已经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最大问题。民间自发成立了不少大型避难所，他们中有一些甚至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基础设施，但这些能提供更好生存环境的避难所，为了筹措物资，大都会向报名成员索取门票，也就是准入门槛。配置好些的避难所要自己主动上缴成吨的生活物资，就算那些配置差些的，也会要求上百斤粮食作为准入许可。如果你身上没有携带物资，就只能持续的在坐吃山空中等着官方的救济。而我们因为地震身上什么都没有带，能进来就不错了。手机也没了信号，现在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。看了一眼手机地震前接收到的一条短信：尊敬的用户，受到全国各地极端高温天气影响，部分地区发生地震，请不要恐慌，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小孩，耐心等待政府救援。政府救援怕是等不到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居坐在了我的旁边，看着我的手机短信说，他指了指上边，温度一直升高，快70摄氏度了，飞机根本没法过来。我抓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抖动起来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坐以待毙吗？兄弟姐妹心连心，来了都是一家人。帅哥了解一下，阳山避难所招收第一批成员，免费提供食宿，24小时供水供电，自带大功率发动机组，无需任何物资门槛，男女不限，英俊帅气者优先。一则广告，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，既没有大牌避难所需要遵守的一系列内部规则，也没有骗子避难所的感人肺腑、柔情蜜意，这简直就是一股泥石流。青青来看看，心不心动？青青走过来，满脸疑惑的看着广告，刚开始也是露出玩味笑容，但没多久就严肃起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看一看，死马当做活马医了。拉倒吧，我怕嘎我腰子，这明显是个骗局。在这个乱世内，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。第二天一早，透过窗外看到拥挤的人流，慢慢的竟然有些困倦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冷不丁抬起头来，发现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正有许多人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。和大多行色匆匆的人不同，这些排队的人虽然焦急，但却没有一个敢高声喧哗。我不禁的开口道，那些人排队干什么呢？难道是领每天的口粮？闻言，邻居把头探出窗外，注视了片刻后便摇摇脑袋，看着不像，都这个时候了，那些排队的人穿着打扮也丝毫不见脏乱，应该不是差那些口粮的人。那咱们过去看看。原来这地方是官方第二座避难所的报名地点，难怪之前只听过官方避难所的风声，但从来没有听过该怎么获得进入的方法。据说第一座避难所已经建成，可以容纳10万人，但从建造开始，他就没有向外部发布过任何名额。将要入住进去的人，不是科学家，就是指征的官员、军人们以及这些人的家属。现在第二座避难所的主体结构也已搭建完成，同样是容纳10万人。虽然想要报名会有上交1000斤粮食的硬性指标，但听闻消息的人依旧蜂拥而来。我和小青也走了过去，参加了报名。因为我们没有粮食缴纳，所以政府给我们分配到了开荒小组。所谓开荒小组，就是在地下建造新的庇护所来维持更多市民的生存问题。地上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，科学界经过讨论也存在了广泛的共识，人类活动导致了地球变暖，同时全球气候系统经历着快速而广泛的变化，且部分变化已无法逆转。高温危机真的来了。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，对于人类来说，如果没有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，任何星球都不能称为家园。希望仅以此片让大家更加爱护环境，
让流浪地球成为科幻，让现实中的烈日永远不再降临。人民穿越到森林成灾的世界，别人求生，我度假，开局一个小木屋，而我获得100倍增幅系统。当别人还在为食物和木头发愁时，我已经1天1块小牛排；别人住着木屋的时候，我已经也住着别墅了，彻底成为求生世界第一人。我缓缓睁开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木屋，走进去一看，里面破破烂烂的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欢迎来到森林生存游戏。正如你们所见，你们被困在了森林之中，生存是你们的唯一目标。要想很好的活下去，请务必记住以下几点规则。我深深的吸了口气。全世界的人都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。唯一的安全的地方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木屋。经过双方同意，可在系统的公证之下交换物品，价值无需对等，不受限制，仅凭双方意愿。兑换功能应有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换不到。只需要搜索心仪的物品，物品虚影就会呈现在你的眼前。若是满意，只需要付出相应的木材，便能将其具现。要是我拥有的木材永远都用不完就好了。只不过大多频道都不可进去，只有区域频道可以点进去。有人在吗？这什么森林生存游戏是真的吗？有谁来救救我啊？国家力量呢？笨蛋，现在世界上所有人都被分散到这个巨型森林了。哪还有什么国家力量？能救你的只有自己。我劝你赶紧接受事实，领取新手礼包，拿1把点锋利值的斧子去伐木吧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在现在这个世界，拥有木材可就拥有了一切。恭喜您打开新手礼包成功，获得1把普通的斧头。普通的斧头，锋利度1。介绍：斧头虽颇为老旧，但也算趁手，是个可以信任的家伙。检测到宿主第一次获取物品，100倍增幅奖励系统激活。检测到宿主获取到1把普通品质的斧头，激活选择：1. 获取100把普通品质的斧头；2. 获取1把精良品质的斧头。100倍增幅，这也是系统的功能吗？这个功能绝对是只有自己拥有，所以自己还有着第二个系统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身子轻微的抖动，脸上洋溢了抑制不住的笑容。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，10秒后将自动选择。听到了系统催促的提示，我心神一紧，连忙选择了精良品质斧头。精良品质斧头，锋利度2。介绍：好运的小子，你获取到了一款异常锋利的斧头。通常像这种货色，一般都是护林员的珍藏。检测到附近有木材，是否吸收？马上吸收。吸收成功，恭喜获得普通级木材1个。检测到获取1块普通级木材，激活系统选择：1. 获取100个普通木材；2. 获取1个精良级木材。我见此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100个普通木材。我警惕地望了四周一眼，确保没有野兽的踪迹，便回到了木屋中。打开了兑换界面里，看着那空白的搜索框，我犹豫了一下后，我在搜索框中搜索农夫山泉粗粮面包了。怎么这么便宜？居住地破烂木屋，等级 level 0，特殊能力暂无。下一级10块木材。介绍：木屋乃是你在森林之中赖以栖息之地，请务必善待它。每升1级，提升基础性能，每升10级将有卓越的性能提升。升级 level 1成功，增加御寒能力 LV1。下一级需要30块木材，是否升级？升级 level 2木屋成功，御寒能力提升至 level 2。下一级需要50块木材，是否升级？升级 level 3木屋成功，御寒能力提升至 level 3。居住地破烂木屋，等级 level 3，特殊能力御寒能力 LV3。下一级80块木材。介绍：木屋乃是你在森林之中
赖以栖息之地，请务必善待它。每升1级，提升基础性能；每升10级，将有卓越的性能提升。检测到附近有木材，是否吸收？立刻吸收。吸收成功，恭喜你获得普通木材1个。检测到获取1块普通级木材，激活系统选择：1. 获取100个普通木材；2. 获取1个精良木材。选择选项1，获取100个普通木材。升级 Level 4木屋成功，御寒能力提升至 Level 4。我一下子便把木屋升到了9级。居住地破烂木屋，等级 Level 9，特殊能力御寒能力 LV5，免息能力 LV5。下一级200块木材，普通级魔盒。介绍：木屋乃是你在森林之中赖以栖息之地，请务必善待它。物种：疾风狼。生命层次：普通。介绍：多么漂亮的野狼啊！它会用自己的獠牙在猎物面前上演最残忍的场景。在经过狼的追逐后，我要想彻底解决凶兽的危机，只能升级木屋。但是要升级木屋，则要亲手猎杀一只凶兽。突然，我脑海之中灵光一闪，我想到了一个极端炸裂的想法。要是普通魔盒也能够通过木材兑换呢？那岂不是直接曲线救国？我直接增加普通木材的数量不就行了？系统不是说过，在兑换界面只要有木材，就什么都可以兑换。想到这里，我立马打开了兑换功能，搜索普通魔盒。物品：魔盒，品级：普通，需要精良级木材10个。果然，跟我想的没错，只要有木材，什么都能换。躺在床上睡着了。这一夜我睡得很是香甜，起来再吃完早饭，洗漱过后，拎着精良品质的斧头就出门了。走到离木屋最近的地方，选了一棵大树，挥斧砍去。时间悠悠流转，几个小时飞速流逝，我已经砍伐了5棵大树了，并在百倍增幅系统的转化下成了300个普通木材，2个精良木材。我累了，不过了，结果还是可以的。先回去吃饭吧，今天牛排。我走回了木屋，打开了兑换系统，兑换了1份惠灵顿牛排，2瓶矿泉水，开始大口吃喝起来。我吃饱喝足后，走出门外，选取了一棵大树，开始辛勤的砍伐起来。我把大树轰然倒塌后，树根的部位竟然不是往常的年轮，而是一个纯白色的宝箱。宝箱为森林之神的馈赠，有些就显露在地上，有些则化为虚影，藏在大树的内部、凶兽的内部，里面蕴含着各种物资和需要高级权限才能兑换的特殊技能。宝箱分为数个不同的等级，纯白色为最基础的普通层级，往上还有青铜、白银等等。第一次开启宝箱将获得森林之神的馈赠，100%获取到一个特殊技能，70%概率普通技能，20%青铜技能，9%白银技能，1%黄金技能。听完了系统的提示音后，我呆愣在场，久久不语，在思考。这特殊技能的概念，想必是帮助人类对抗凶兽的。光靠冷兵器，未免也太过不公平。这种特殊技能，想必就是普通人对抗凶兽的不二法门，生存几率也将大大提升。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抽取到什么等级、什么效果的技能呢？宝箱品级普通。介绍：幸运的家伙，你发现了森林之神的馈赠。系统提示：你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宝箱，是否打开？给我打开。宿主获得栅栏建造图纸普通级1份，竹子普通级1个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获取到栅栏建造图纸普通1份，竹子普通1个。激活系统选择：1. 100份普通栅栏建造图纸；2. 1份精良栅栏建造图纸。
100个普通竹子，2一个精良竹子。没想到自己的百倍增幅系统对宝箱都能起到作用，这可牛比大发了！宝箱也能百倍增幅，那要是系统奖励的技能呢？是否也可以百倍增幅？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，10秒后将自动选择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是赶忙选择了一份精良栅栏建造图纸，100个竹子。检测到求生者为第一次开启宝箱，获取森林之神的馈赠，奖励抽取技能1次。是否开始抽取？立刻抽！恭喜您抽取到黄金级技能书皇家御兽术。技能书皇家御兽术，品质黄金。介绍：皇家最珍贵的专家御兽术，可以让你驾驭任何一头猛兽。检测到获取到黄金级技能书皇家御兽术，激活百倍增幅系统选择：1获取100本黄金级皇家御兽术技能书，2获取1本白金级动物之友技能书。我看到这样的选择，选择了选项2。恭喜您选择选项2，获取白金技能书动物之友。技能书动物之友，品级白金。介绍：您将得到兽祖的传承，成为动物真正的朋友。初始技能授予者御兽，技能授予者，品级白金。效果：身为动物之友，您将获得和动物交流的力量，能聆听并交流兽语。技能御兽，品级白金。效果：身为动物之友，您将获得和动物契约的力量。签订契约后，动物将无条件听从您的指令。我看到这技能书炸裂的属性。你有了这个能力，岂不是说我在这个世界求生最大的危机——凶兽袭击的安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？这简直是开挂般的能力！试想一下，别的求生者还在鬼哭狼嚎，被凶兽追得屁滚尿流，而我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庄园里，指挥着大群凶兽去砍树了。我当即从背包中拿出了技能书，选择使用。技能使用后，我打开了个人属性面板。需要1000个铁条，900颗竹子，以木材1:1收购，有的速与我联系。大佬，我已经1天没喝水了，你交易给我一个木材，让我喝口水吧。帅哥，人家1天没吃饭了，你交易给我一个面包，我能陪你做任何事。都是龙国人，救救孩子吧！我只需要3个木材。我把库存的293个普通木材换成了200个铁条、93个竹子。在处理完这一切后，转而继续拿起斧头，在旁边选了棵树，用力砍去。检测到获取1块普通木材，激活系统选择：100块普通木材，21块精良木材。选择2。记得上回的升级，木屋就发生了一阵轰鸣。在这危机四伏的森林之中，动静可着实不小。最后引来了凶兽，让自己经历了一番生死危机。这次升到10级，系统注释里明确的说明了会有卓越的性能提升，动静怎么会小了？若是自己盲目的选择升级木屋，怕是会再次引来凶兽。想到此处，我犹豫片刻，决定先制造栅栏。我便走到木屋前，果断打开木屋面板，选择升级。恭喜您升级 Level 10木屋成功，成功触发第1次卓越提升。楼梯？我不是在1楼吗？难道还有2楼？居住地：现代木屋，等级 Level 10，特殊能力：御寒能力 LV5， 敛息能力 LV5， 坚韧能力 LV1， 魔镜之窗 LV1， 坚韧 LV1， 使木屋整体拥有1点坚韧值。魔镜之窗 LV1， 你将能通过2楼的窗户看到周围2公里内的任意角落。下一集：30个精良木材，1个普通魔盒。介绍：这是一所散发着现代气息的木屋，但又隐隐有些其他的魔力。有啊，有了魔镜之窗功能，我能看到周边2公里任何一个细微角落。要是有其他的求生者对我图谋不轨，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物种：火焰龟，生命层次：普通。介绍：这是一头会操纵火焰的乌龟。看来这只火焰龟威胁不到自己了，
这乌龟比之前的狼还会喷火啊，要小心点才行。下去看看能不能用技能收服它。我马上走了下去，来到精良栅栏后。你不怕我把你烧成灰吗？有种你再过来啊！我叫56，你听得懂我说话吗？大姐，快把你的房子让给我，快给我让出来！让个屁啊！你太嚣张了吧！你怎么能听懂我说的话？别怕，不奇怪，你都能喷火。也是啊，你可以跟我一起住啊。我自己住不会更爽一点？看来只能用武力解决了。我服了，以后跟我混了。火焰龟很生气，但是没有用啊。给你3点忠告：一，森林之神是公平的，对你们一视同仁。森林之中所有的凶兽都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2，魔核是森林中最宝贵的物品，吃下足够多的魔核就能提升生命层次。3，在血月来临前，一定要尽可能最大程度提升实力，不然将面临惨死。这3条忠告中蕴含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，以后的凶兽都会有智慧，而凶兽还会变得更强。接下来还有天灾啊！既然吃下足够多的魔核就能提升生命层次，那么在附近有比你生命层次更高的凶兽吗？在东北方向7公里处有一头狮子，它的吼声拥有极大的杀伤力。我之前在那边捕食，就差点被它当成猎物杀害。它的生命层级肯定达到青铜级了。听到这一番话语，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狮吼功，没想到凶兽的能力居然如此丰富。阴功可是当之不让的群体杀伤技能。其他的呢？附近有没有比你厉害的凶兽？附近5公里内倒是都没有。我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来这边捕食的。而在西南和西北方向，距离此地8公里、9公里处，各有一头十分强大的凶兽。你能几次在青铜级凶兽手下逃脱？似乎他们和你差距并不大。生命层次达到青铜级的生物可以轻易杀死我。知道西南和西北方向的凶兽我是如何知晓的吗？那是因为我曾有2个同伴，我跑得比他们快而已。而东北方向那只狮子，只不过是他刚刚晋级，没有兴趣追我而已，不然我也早死了。什么？生命品质达到青铜级的凶兽居然如此强力！小龟，跟我签订契约。好，我又打不过你。检测到火焰龟意愿，预售技能触发，生成收服任务。任务：提供1颗普通魔核给火焰龟，奖励火焰龟的臣服契约。事情已经搞定了，现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就没必要再去砍伐树木了。夜晚的森林实在太危险了，早点休息，等明天早早起来砍伐才好。我选择南边方向，带着火焰龟，让他帮忙看一下周围，便开始伐木。检测到宿主获取1颗普通木材，激活系统选择： 1. 获取100颗普通木材， 2. 获取1颗精良木材。选择2。时间慢慢的过去了，删了，我便回到了木屋，查看了一下今天的成果。今天收获了10颗精良木材和200颗普通木材。我兑换了1瓶水和1个魔核。想不想要？只要你同意我们的约定，为我效力，我才能将魔核给你。好，快给我！我见火焰龟同意，直接将魔核用力一扔，火焰龟直接纵身一跃，将其叼入口中。完成火焰龟契约任务，奖励火焰龟的臣服契约。检测到宿主获取1张火焰龟的臣服契约，触发系统选择： 1. 获取100张火焰龟的臣服契约， 2. 获取1张火焰龟的笑死契约。物品：火焰龟的臣服契约。效果：使火焰龟在不威胁自身生命的情况下听从你的命令，放置在背包之中即可生效。物品：火焰龟的笑死契约。效果：使火焰龟无条件的听从你任何命令，哪怕死亡，放置在背包之中即可生效。请宿主在10秒内做出选择，不然系统将自动选择。我在稍加思考后，便选择了1张火焰龟的笑死契约。小龟，过来，转个圈。火焰龟果真原地转了个圈。我是龟，不是狗啊，别玩了。好，停下。
我打开了火焰龟的属性面板。物种：火焰龟，生命层级：普通，特殊能力：喷火 LV1。介绍：这是一头能喷火的乌龟，也是你最忠心耿耿的保镖。晋升要求：普通魔核4/10，火灵草1束。角龟、火灵草，你听过吗？这似乎是你要晋升生命层级所必备的东西。火灵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想到这里，便打开了兑换面板查看。物品：火灵草，品级：稀有。介绍：这株火灵草对某些凶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兑换需求：3个稀有木材。稀有木材？我没有啊，要怎么弄啊？主人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直接兑换了10份惠灵顿牛排，放置在火焰龟面前。时光怎记上，浮浮沉沉一半上，一壶浊酒欲随风，一步一撇紫金黄，君子要如何追问？一只兰花为谁挽留？